它被誉为美国版的黑暗侵袭，但看过的人并不多。蛰伏在地下的嗜血怪物将魔爪伸向了人类，血腥屠戮一触即发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矮，今天我们来看科幻恐怖电影《地面之下》。黎明时分，一支特种部队降落在美国某个废弃的工业基地，他们的任务是要毁灭藏在这里的变异人。这里表面上早已荒废，实际上却是美军的秘密生化基地。可惜的是，生化实验失控，无数作为实验材料的变异人跑了出来，干掉了所有实验人员。为了防止变异人扩散到城市，士兵们只能冒险进入基地内部。他们凭借微弱的光亮，在幽暗的隧道里小心前进。然而，和变异人的交锋很快上演，对方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凶残。枪声和变异人的嘶吼声交织在一起，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士兵们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怪物近身扑倒。很快，士兵的尸体就七零八落地倒在地上，死相十分凄惨。一番恶战过后，整个小队全军覆没。唯一的幸运儿在队友的掩护下，从通风口爬出了基地。可惜的是，变异人此时已经追了上来，刹那间他就被拖了回去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2年时光很快过去，曾经的血腥之地，从表面看来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。一群不怕死的年轻人不顾基地外的警告，十分兴奋地来到基地上方，准备借用这个地方举办了一场狂欢派对。随着人群的涌入，充满节奏感的打碟音乐充斥了整个基地，无数青年男女随着音乐疯狂蹦跳，气氛一时间达到高潮。人群推搡间，一个大块头男人默默向身材火辣的金发妹伸出了咸猪手。旁边的男朋友帽子男发现后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和大块头打了起来。随后两拨人马就在会场上演了全武行。只见帽子哥拉开架势，敏锐闪躲，随后一套组合拳上来，就把高他一头的大块头打得找不着北。大块头恼羞成怒，干脆掏出了美式咏春，点44口径的制式手枪。帽子男一伙见状，哪里还敢纠缠，转身就逃离了现场。大块头这群人则快速追了上去，慌不择路的情况下，众人躲进了黑漆漆的基地通道。大块头等人紧随而至，眼看已经进不去，他干脆从外面将门反锁，准备困死他们。门是混凝土加金属打造的，暴力破门几乎没有希望。为了尽快离开这里，帽子哥和马特等人只能寻找另一个出口。黑暗中，一行人摸索前行，他们找到开关，打开里面的灯。军人出身的大眼哥安慰大家不要慌，马特则告诉大家，第二个出口应该和刚才的入口在相反的方向上。走廊尽头的楼梯直通地下2层，不过这里的楼梯台阶因为年久失修，已经岌岌可危。担心大家一起涌下来会踩断楼梯的马特，将人分成了2队，按照女士优先的原则，女士这一队先走，他和大眼哥以及酱油 CP 殿后。第一组顺利通过，轮到第二组时，意外发生，已经腐化的木板承受不住，彻底崩坏。这下归途彻底断绝，大家只能选择继续往前走了。好在全员有惊无险，并没有人受伤。在昏暗的基地中穿行了几百米，众人发现一条秘密通道。安全起见，大眼哥借着打火机的光看向里面，突然他在黑暗中看到了一双瘆人的绿色眼睛，大眼哥吓得连忙缩了回去。马特不相信，认为大眼哥看错了，于是让他过去再看一遍。大眼哥颤颤巍巍的再次探出头，结果却什么也没发现。难道真是自己看花眼了？此时的他并不知道，更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。或许是太过害怕，团队中的酱油哥感觉双腿之间略有些湿润，转身就走进了一旁的基地厕所，想要处理一下。不料鸟还没掏出来，一个凶猛的变异人就一头撞破隔壁的小便池，冲进了卫生间。吓到腿软的酱油哥毫无反击之力，被变异人一把抓住，狂甩几下后，暴力扯下一只耳朵，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基地。其他人听到动静不对，连忙冲进厕所，把血淋淋的酱油哥抬了出来。他浑身是血，已经疼得说不出话。大家问了半天也没闹明白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袭击了他。就在众人胡乱猜测的时候，他们要找的变异人却再次闪身出现。众人哪见过如此恐怖的怪物，一时间乱作一团，完全忘了一旁重伤的酱油哥。只见变异人灵活地从天花板上蹦了下来，扛起猎物酱油哥，一招旱地拔葱就跳到了天花板上的管道中，转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追了上去，想要救回自己的同伴。不久后，他们就发现酱油哥的身体被卡在了一个管道外面，众人赶紧上前想给他拉出来。咔嚓一声，酱油哥的身子倒是拽出来了，但脖子上的脑袋却不见了踪迹。如此恐怖的一幕直接吓破了众人的胆子，大家又一次开始玩命逃跑。逃亡途中，他们在一个巨大的水箱里发现了另一个变异人，这才看清他狰狞的真面目。这个变异人飘在水里一动不动，看上去和死了一样。就在大家好奇的围观的时候，他突然睁开眼睛，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。显然这里的变异人远不止一个，大家赶紧继续上路寻找出口。走着走着，落在最后的酱油妹也被变异人偷袭，抓住拖走。此时的地面正是铁网结构，一路拖拽，等大家追过去，酱油妹早已血肉模糊。同伴的接连惨死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一行人来到控制室，想在这里找点防身用的武器。各自拿了几样装备后，他们鼓起勇气再次上路。走着走着，头上的水管里发出咚咚咚的声音。马特十分警觉，示意大家停下脚步，千万别发出任何声音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变异人速度太快，马尾姐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他拖进水管。马特为了拯救马尾姐，也钻进水管追了过去。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，马特不仅救出马尾姐，还在一堆杂物中找到2年前特种兵留下的摄像机。从士兵留下的录像中，马特得知这些变异人其实是军方实验的结果，他们比正常人类更聪明，行动也更加敏捷。马特刚带着马尾姐顺利和大部队会合，结果齐刘海妹子又被变异人掳进通道中，入口很小，他们根本进不去。之后，变异人当着大家的面将齐刘海生吞活剥。敌暗我明，面对随时随地都可能杀出来的变异人，必须小心谨慎。很快，他们发现几道水渠，旁边放着一些控制面板，看起来像是控制水温用的。马特用棍子探了探，水有多深不好说。马尾姐做出大胆推测，变异人是双栖动物，即便是在有毒的水下，它们也能生存。说话间，一只手伸出水面，抓住帽子男的脚。众人惊恐之际，变异人的上半身露出水面，他将帽子男的断手放在马特面前，然后潜进水里，消失不见。不带这么欺负人的，马特气不过，脱掉衣服，义无反顾跳进水里。他找到痛苦不堪的帽子男，试图从变异人手上把他抢过来，但在水下，马特根本不是变异人的对手。最后，帽子男还是被变异人带走了。幸存下来的4个人误打误撞进入了基地中的实验室。变异人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。录像中的这个老头正是变异人的创造者。他说，这些可怕的变异人是专门为法国海军和美国军队量身打造的，好让他们代替普通士兵进入战场。然而实验过程并不顺利，变异人的死亡率非常高。于是他用年轻女人的身体作为容器，让变异人在他们的子宫里存活，并且每天都会用血液来喂养。不过这种方式培育出来的变异人具有很强的传染性，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可能发生变异。老头对自己改良后的实验成果引以为傲，还专门给这些变异人起了名字——青蛙人。得知真相的4个人心里直发毛。突然灯光熄灭，一群青蛙人来到实验室附近，大家提着煤油灯连忙离开，可到处都是青蛙人。大眼哥在肉搏过程中肚子不小心受伤，慌乱中金发妹躲进另外一个房间，在这里她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老头。老头将金发妹电倒在地之后，不顾金发妹的求救，自顾自说道：“他私自在实验过程中加大药物用量，好让造出来的青蛙人更暴力、更嗜血，同时具有更强的杀伤力。”天真的金发妹以为老头会看在她年轻貌美的份上饶她一命，浑然不知危险将至。老头夸赞金发妹的眼睛长得真好看，让她靠近一点。金发妹不敢不从。没想到老头竟拿出喷雾喷在金发妹的眼睛上，伴随老头的口哨声，藏在管道里的青蛙人找了过来。金发妹无路可逃，毁容氏领了盒饭。至此只剩马特、马尾姐和大眼哥3个人还活着。老头打开房门见到了他们。
看到老头手里拿着金发妹的眼球，马特忍不住恨不得打死这个老家伙，但顾及到老头身后还站着2个青蛙人，马特只好打消这个念头，改为嘴炮攻击。见老头面色难看，3人只好逃跑。青蛙人很快追了上来，危急关头，马特急中生智，利用自制的火焰枪暂时吓退了敌人。但青蛙人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躲在暗处伺机而动。基地复杂的构造让3人迷了路。为了尽快摆脱困境，马特和马尾姐一组，大眼哥单独一组，分头寻找出路。结果双方都遭到了青蛙人的围攻。马特凭借手里有火顺利脱困，但落单的大眼哥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等马特赶来时，大眼哥已经奄奄一息。临死前，他只有最后一个愿望，希望马特能帮他早点解脱。做完告别，马特含泪给了大眼哥一刀。看着好兄弟的遗体，2人悲痛不已。可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，他们必须想办法尽快离开。另一边，一辆警车正快速驶向基地这边。原来迟迟联系不上金发妹，她的父母怕女儿出事，选择报警。马特找到一扇铁门，打开后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，里面白花花的尸骨早已堆成了小山，上面就是通风口。2人忍着恶臭站在尸山顶端，打算顺着木梯爬上去。马特爆发所有力量，将缠上来的青蛙人逐一消灭。就在马特要撑不住的时候，女警听到声音找到这里，她打开盖子把2人拉了上来。青蛙人在地面没有什么战斗力，所以没有追上来。死里逃生的2人只想快点离开，可女警被地上传来的声音吸引，好奇地往下看了看。马尾姐想要制止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女警被青蛙人抓到地下，几秒钟后，她用双手强撑着身体爬了上来。然而定睛一看，她的下半身已经没了。马特和马尾姐开着警车离开了基地。回到家中的2人仍然心有余悸，想到失去的同伴们，更是悲伤不已。晚上，马尾姐梦见自己变成了青蛙人，吓醒后听到卫生间里传来奇怪的声音，走近一看，地板上血迹斑斑，马特蹲在那里吃着什么。当他回过头，马尾姐吓傻了，马特居然变成了青蛙人。伴随着尖叫声，马尾姐从床上醒来，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全都是梦。这时电话响起，马特打开一看，竟是帽子男。他被青蛙人抓进水里，并没有死，而是带到了实验室，等待帽子哥的可想而知，恐怕比死还要难受。至于马尾姐的噩梦究竟会不会变成现实，故事最后并没有交代清楚。影片上映于2011年，作为一部虐杀电影，故事在逻辑性上欠缺，往往可以忽视，只要够血腥、够刺激，就能弥补一些缺憾。看完整部电影，除了重口味的镜头外，最大的感触就是太黑了。虽然恐怖片很喜欢用黑暗来衬托气氛，可从头黑到尾的场景设定实在太影响观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